用乌克兰的土地和其他实有资产，事实上对美国和西方提供的援助进行抵押，在某种意义上是乌克兰和西方之间心照不宣的。到最后，乌克兰怎么进入西方的援助变债务的这个游戏，然后援助变债务，债务变陷阱，陷阱变终身卖命，这个基本上是在乌克兰跟西方的关系当中可以确定的东西。美国动不动数以亿计美元的援助啊，未来乌克兰究竟要不要还呢？到目前为止，美国人肯定没有签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要还。事实上，他不见得，也不是有那句话吗？免费的东西最昂贵嘛。你的所有的东西，美国你即使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，也有间接的对价关系。比如说乌克兰那边有几千万吨的小麦，这个东西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就是30到40亿美元。美国打这批小麦的主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，之前费了很大的心思要求放开这个港口，然后允许美国船运这批小麦去。就是他首先会找间接的、非直接对价的就是有价值的实物抵押方式，收取第一波这个回笼的资金，这是第一点可以肯定的。第二点可以肯定的，等冲突结束以后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已经全面用惯了这个欧美国家制式武器的乌克兰军队，你就等着从这个你使用的武器装备到弹药，从这个飞机大炮到针头线脑都到美国去订货吧。第三块，用乌克兰的土地和其他实有资产，事实上对美国和西方提供的援助进行抵押，在某种意义上是乌克兰和西方之间心照不宣的。到最后，乌克兰怎么进入西方的援助变债务的这个游戏，然后援助变债务，债务变陷阱，陷阱变终身卖命，这个基本上是在乌克兰跟西方的关系当中可以确定的东西。我们也看到啊，欧洲虽然还在援助乌克兰，但是势头已经大大减弱了。坦率的讲呢，欧洲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。接下来，欧洲还要面临冬季的严重考验。那么，欧洲援乌还援得动吗？沈先生，目前看起来，至少在德国的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当中，欧盟主要国家在7月份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在金融和军事上对乌克兰的援助，主要在道义上还在进行支持。然后呢，像爱沙尼亚、立陶宛，还有像波兰啦、这捷克、罗马尼亚这样一些前东欧的国家呢，还在援助，但他们提供的援助的额度大体上是 GDP 的0.8%，这种额度就不到1%，不是什么大额性的额度，也很难说可以扭转这样一个局面。现在欧洲啊，就事实上它因为它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氛围啊，进入了一种就是必须要撞上南墙，在南墙上要撞得头破血流，然后排除所有狡辩之词，又疼得受不了，就是要陷入到山穷水尽的这么一个地步之后，才有可能反思这种大规模的政策，否则他们会坚定的认为自己就是在做自由民主人权，然后甚至会把自己受的苦、挨的饿、挨的冻都称之为自由民主人权要支付的代价。当然，口上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人，他是不用支付这些代价的，他们通常是躲在自己温暖的家里面，让他们治理下的民众去支付这个代价，这个是西方政治的一贯游戏了。还有2个月，欧洲就要入冬了。一旦入冬，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是否会发生变化，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俄乌冲突的整体形势发生变化呢？张先生，我们都知道，最近一段时间北溪1号，有可能要完全断气。当俄罗斯使用能源牌打能源牌的时候，给欧洲断气的时候，欧洲的经济和欧洲的民生都将面临着重大的这种压力。我们看到2022年的欧洲经济明显减速，而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8.9%，部分的东中欧国家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7%、18%。我们看到花旗银行对于这个英国的经济预测也是十分悲观，足以见得欧洲深陷俄乌地缘安全危机的泥潭，在经济上深受其苦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欧洲现在面临的安全压力要远大于这个冷战时期。如果俄乌冲突在短期之内不能得到改善和获得这个和谈的话，那么欧洲就有可能要经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也是一个民生问题，因为挨冻
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欧洲国家政府的这些信心，以及对欧洲政府的这些压力。可以说呢，这表面上是能源危机，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。